当前中美贸易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。尽管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了90天的关税休战协议，为紧张的贸易局势带来一丝喘息，然而出口管制这一新武器的频繁使用，却让这份脆弱的和平摇摇欲坠。双方政府近期的一系列动作，无疑是在向外界宣示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将关键产品的出口作为相互制衡的工具。这不仅可能进一步破坏全球供应链，更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中国近期对稀土磁铁的出口限制，无疑是投向全球制造业的一枚重磅炸弹。稀土作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，在汽车、半导体、航空等高科技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而全球近90%的稀土金属，包括至关重要的稀土磁铁，都产自中国。这意味着，中国的任何出口管制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。我们看到，福特汽车芝加哥工厂因稀土磁铁短缺而被迫停产，这绝非个例，而是冰山一角。尽管中国方面已向部分企业发放了稀土磁铁出口许可证，但行业高管和商界领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如果不能全面恢复稀土金属出口，未来数周内，欧美将有更多工厂面临停产风险，特别是美国企业受到的影响似乎更为显著。欧洲企业在获取采购许可方面显得更为顺利，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博弈，值得我们深思。这让人不禁要问，中国此举究竟是单纯的出口管制，还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半导体管制的对等反制？与此同时，美国也毫不示弱，针对中国电子巨头华为最新款半导体产品的禁令，以及随后对中国商用飞机 C919 所需美制半导体和航空设备的供应限制，都表明了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强硬立场。华为作为中国科技的代表性企业，其所遭受的打击不仅影响其自身发展，更是对中国科技崛起的一种遏制。而 C919 项目作为中国摆脱对波音和空客依赖的标志性工程，其核心零部件对美国的严重依赖，无疑给中国经济自主的道路设置了重重障碍。美国商务部关于华为人工智能芯片基于违规获取的美国技术的说法，以及中国商务部对美方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强烈谴责，都将这场贸易摩擦推向了更深层次的供应链战争。在这场供应链战争中，双方似乎都在高估自身的筹码。中国将稀土出口管制视为对美国半导体管制的有效反制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。毕竟在国际贸易中，寻求对等和平衡是普遍的诉求。然而过度依赖出口管制作为贸易武器，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的警告值得警惕。如果中国持续实施稀土出口管制，无疑会加速跨国企业去中国风险的进程，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并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。这意味着短期内可能取得的胜利，很可能以长期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下降为代价。同样，美国对中国关键产业的精准打击，虽然旨在遏制中国发展，但其所带来的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，最终也会反噬自身。日内瓦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，原本是双方缓解紧张关系的重要一步，但随之而来的出口管制措施，却让这份协议的效力大打折扣。中美两国在这场以出口管制为名义的供应链战争中，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双输的困境。关键的问题在于，这些出口管制措施还将持续多久？双方能否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，找到一个避免两败俱伤的平衡点？当前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着中美两国如何化解这一困境，因为这不仅关乎两国的经济未来，更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